在珠海航展上亮相了一款新的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可以用7马赫的速度从太空中发起打击。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之前全世界只有一款高超音速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就是我国的无侦8，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6马赫，并且飞行高度也能达到5万米。不但没有任何导弹能够拦截它，全球的雷达几乎都发现不了这款在5万米高空飞行的无人机。不过这款无人机是作为一款侦察机而存在的，并没有打击能力。而在本次的航展上，则出现了另一款高超音速无人机 MD-22， 这是一款可重复使用的临近空间高超音速飞行器，在大小方面和无侦8差不多，长为 10.8 米，宽 4.5 米，有效载荷为4吨，最大航程可到8000公里，可以兼容多种不同的动力来选择速度，最高可达7马赫。它最关键的一点是能够在高速飞行条件下进行6克稳盘过载强机动飞行。换句话说，就是这款无人机可以在太空中进行飞行，还能控制自己的飞行方向进行一些机动。如果这个载重再大一点的话，就是一款妥妥的太空轨道轰炸机。全球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抵挡这款无人机从太空中发起的打击。从外表上来看，这款无人机十分类似于美国的科幻电影《壮志凌云2》中的暗星高超音速试验机。唯一不同的是，美国的暗星战机只出现在了电影中，而我国的 MD-22 则是出现在现实中。从对这款无人机的介绍来看，它有着火箭助推和自主起飞2种方式。火箭助推这种方式还能够理解，因为以目前技术来看，亚燃和超燃都不能够在静止状态下起飞，需要通过火箭来进行助推。当上升到一定高度时，发动机才会开始工作。而另一种自主起飞就比较科幻了，要想让这种飞行器自主起飞，并且速度还能够达到7马赫，这样的发动机目前全世界都还在研究中。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国在发动机这块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打造出了爆震发动机的验证机了？这妥妥的就是一款黑科技无人机。也正是由于这款无人机实在是太过于科幻，出现在展台上的时候，很多国外媒体都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只是一个 PPT。 不过目前这款无人机的技术还不太成熟，在展区上的介绍是技术试验平台，很多功能还在测试当中，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但也就是这个试验平台让美媒实锤了。之前美国媒体就在疯狂的炒作，称我国正在进行一次可高超音速飞行的从太空中发起核打击的轨道轰炸机。由于目前这还只是一个技术试验平台，所以对于这款无人机的定位还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技术将会使用到未来的6代机当中。在未来，6代机需要更高的隐身性和速度，有什么是比这个能够达到高超音速的技术更强的呢？或者说，这款无人机还可以充当6代机的无人僚机。作为一款可从太空中发起打击的高超音速无人僚机，这配置在全球都是独一份的存在。本次的珠海航展与其说是一场飞机展，倒不如说是一场无人机展。往日里占据绝对 C 位的20家族都被这次的无人机家族给占尽了风头。不光是有着 MD-22 这种临近空间高超音速无人机，还有大量的用于对外出口的顶尖无人机，翼龙10、彩虹7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中经过改版后的翼龙10不但隐身能力大幅加强，还能够发射歼20上的霹雳15空空导弹。对于一些国家来说，仅购买这些无人机就足够组建起一支强大的空军队伍了。在俄乌冲突后，无人机大火的现在，我国亮相的这些无人机必将会成为全球畅销的存在。毕竟就连美国也拿不出这么先进的无人机出来卖。并且在翼龙无人机的展区旁，还有着一架云影 5000T 靶机的存在。这架靶机外表几乎和美国的 B2 一模一样。有分析认为，这就意味着我军一直在用美军的顶尖装备当作假想敌。这些新装备都是为了对付美军这样的对手而打造的，而靶机都这么先进，
都能用上类隐身轰炸机的设计了，战机岂不是要更加的先进？说不定攻击11并不仅仅能充当歼20的无人僚机，还能充当传说中的轰20无人僚机。到时候6代机操控一批无人机从太空发起打击，轰20操控一批攻击11跨越上万公里发起打击，这场面某国一定不想看到。